Hello，大家好，咱们这一期讲一下亚洲天王周杰伦的紫微斗数命盘。那杰伦啊，同样也是我学生时代的偶像。那我们这一期主要讲一下他整体的性格，以及杰伦这种格局为什么会爆火的原因，还有他真的是宠妻狂魔嘛？以及如果你也是同样的这个跟他主星差不多的这样的格局，怎么样能活得更好？那首先，杰伦的命宫做廉贞破军加左辅，那廉破这个组合呢，也是一个双扼要的组合，能力上是非常强的。那廉破的人呢，整体的性格其实是，在一些可控的范围内，喜欢寻求突破，但是呢，自己又没有什么安全感。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杰伦刚刚出道的时候，在2000年被吴宗宪发掘的时候，其实他的性格非常的保守。那他廉破的组合其实是双孤星，所以他在性格上呢会有一些孤僻。同样的啊，因为他的命宫带的左辅，其实他的生命中一直有贵人在帮助他，因为左辅星也是直接的助力。那这个贵人包括吴宗宪，包括方文山，包括刘畊宏，其实都是一个在帮助他的这么样一个状态。那杰伦内和外的状态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因为他的迁移宫是他对外的表现嘛，然后在外表现的那张脸他那张脸呢是天象线加地劫。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带了地劫的迁移宫的人啊，给人感觉就是有点丧，并且呢，就是拽拽的。你看啊，杰伦的口头禅就是“哎呦，不错哦”，是吧？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整个整体感就非常紧。但是呢，天象其实是一个还算比较随和的星星。可是当我打开他的命宫的主星的这个状态以后，我发现其实杰伦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脾气的人。那从这个音乐的创作里，我觉得也是可以发现的啊，就是他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比如说一些中国风的歌曲，做一个更好的创新，其实也是一个廉颇擅长的事情。那我们再看一下杰伦最重视什么呢？他其实是一个身财同宫，那他的身宫坐在了他的财帛，那他也是一个很喜欢赚钱的人，是吧？同样啊，他的财帛宫做的状态很好啊，紫微七杀右弼加火星。那紫微星最喜欢的就是和左辅右弼在一起。那杰伦的命宫带了左辅，他的身宫又带了右弼，所以说杰伦今天的成功与他愿意助人为乐和有贵人帮他那是紧紧的分不开的。然后那第二点，其实我就想说，那杰伦真的是一个宠妻狂魔吗？其实我看了他的盘之后，我觉得啊，无论是蔡依林、侯佩岑还是昆凌，他的这几任啊，为我们这个歌迷所知道的这个女友也好，以及现在真正的配偶也好啊，其实他的夫妻宫状态不是那么的漂亮，可以说是很差。那首先啊，廉颇人的性格呢，本身带着孤性，又带着凶星的特质，他还是有一些攻击力的。其次呢，杰伦这张盘里面夫妻宫是空宫，那空宫其实并不可怕。但是呢，他夫妻宫做了天魁、铃星加地空，那这三颗星星坐在一起的话，就给人感觉会差点意思。那无论是谁进入到他夫妻宫，无论是同居也好，还是领证结婚也好，那其实，在我们紫微斗数里看，不是说这个人没有领证他就不是你夫妻宫，不是这样的。他还是一个与你生活在一起的状态，就算是入了你的夫妻宫。那他带了天魁、铃星加地空，那天魁的给人感觉就是也是一种助力吧，因为我觉得现在昆凌跟他的这个状态，在他事业上还是给他树立一个还不错的这样一个形象。那铃星呢，在上一期里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形象的这个解释，就是拿一个铁勺刮一个铁碗的感觉，那其实就是很细碎的、很折磨人的一个凶星的状态，再加上地空，杰伦夫妻宫的样子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外好内差的状态，因为他的夫官线夫妻宫跟官禄宫它是一个对着的状态，那官禄宫其实做了午贪妙妙，然后加贪狼化禄，同时带天魁，那它这个位置，它的官禄也是魁月照，那夫妻宫的对宫就是别人眼里看到的夫妻宫，其实大家看起来都觉得挺好的，并且呢，杰伦结婚的时候，大家也会说昆凌好像拯救了宇宙，是吧？拯救了地球，然后呢，成为了周杰伦的美娇妻啊。那这种在外看起来好，实际里面是不太好的样子，也只能通过我们这个命理的分析，我们其实才能看到。那其实昆凌对他呢，在我看来，一个是把他的东西拿走的状态，因为地空呢也是我们讲说都空掉嘛。那对于这个命主杰伦来说嘛，那其实他的东西是有被分出去的，并且大家要知道，杰伦可是一个身财同宫，那么对钱是很重视的，所以我觉得从盘上看，昆凌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而且呢，
根据我看到明年的状况，我觉得明年他们两个人啊，就是在2023年，夫妻感情应该会出现一些问题。可能会发生争吵，然后也可能是因为工作中的情况导致夫妻关系发生比较严重的问题。那第3点，如果说你是廉颇这张盘，你会怎么玩转它呢？过得比较好啊。那首先大家看啊，廉颇的这张盘做命的人，他其实是空宫最多的一张盘。大家看杰伦这张盘啊，空宫空在了父母宫、兄弟宫、夫妻宫和子女宫。那本身廉颇就是孤星，那他的六亲的宫位又都是一个空宫的状态，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一个缘分很浅的一个表现形式吧。所以说，这个廉颇的这张盘的人，其实想在亲情、爱情以及子女的身上得到那种情绪价值以及精神上的东西，其实是获取的非常非常少的。那如果你的身宫像杰伦一样是在3强宫，比如说是在迁移、财帛和官禄啊那种比较外场的东西的话，相对来说获得成功的概率会高一些，因为你外求的东西就更容易成功。那情感类、内心类、身心灵类的东西，其实廉颇的人感受力没有那么的强，同时在他的盘里面，这些六亲给予他的情感支持也没有那么的丰沛。那包括像刚才我说到杰伦的夫妻宫啊，如果是廉颇的朋友，其实你要知道，可能你要挑选一个并不太如你心愿的另一半啊，那他可能会看起来是外面第一感觉啊还不错，但是时间接触久了之后，你发现他的能力其实并不如你，所以在夫妻关系中要选择接受啊，不要觉得你看我这么强了啊，我找了你，我好像怎么样的。所以呢，廉颇的人在夫妻关系中又喜欢掌控别人，他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这样一个性格。那如果找真的特别强的另一半的话，其实你本身的性格也不会觉得很舒服，所以他很矛盾。他既喜欢那种看起来不错的啊，感觉能比自己棒的人，但是呢，在实际真正回归到生活中，他又需要控制别人，又需要让别人去听他的。那其实廉颇这张盘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在于他们非常擅长扮猪吃老虎。因为他在外是天相，那破军的对宫永远是天相。如果你是一个破军的性格，你其实是有一些不喜欢传统的，有一点离经叛道的，并且喜欢推陈出新的。但是呢，你的这个性格又不愿意让别人看到，那就需要做一个伪装了。那在外天相的样子就是好先生，对吧？什么都行啊，很接地气啊，甚至会跟别人表达我很容易满足啊。那其实这是一个伪装的样子，他的内心真正的样子并不是大家看到的。那廉颇的人一生也会非常的劳碌奔波，总是停不下来。那当然了，廉颇的人晚年会非常好啊，晚年做天府。那杰伦这张盘还加了禄存，那到晚年的时候，我相信杰伦会更加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呢会一直很有钱。所以呢，那今天我们就说到杰伦的这张紫微斗数的命盘，然后呢在最后呢，我也给到大家一首打油诗。歌坛神话周杰伦，句句旋律似星辰。原本羡慕昆凌美，解盘黯然也销魂。那在这边也谢谢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大家订阅、关注、评论和转发。我在后面会做更多好玩的关于紫微斗数的知识以及明星的命盘。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